这2年不是整个经济行情都不太好嘛，回暖一点之后挣点钱，我就想弄个房车，孩子就不上了，我们这一年就全国各地，然后开着房车去玩去了。那为啥一定要买了房车才能出去玩呢？我自己设想了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，持续1年，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住所，比较舒服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一头牛嘛。你看一下你那口饭是啥？周游世界太大了嘛。先从中国开始。中国也很大呀。上来首先要经济得回暖才行，完了还要买房车才行。上来就是1年，这都大得很吧？旅游直接就整1年，这些都代表什么？有一个强烈的要离开现在待的地方，并且时间还很长。时间长代表不想回来，离开代表不想在这儿待。房车代表我要舒适，也就是证明你现在的感受是不舒适，不想在这儿待，并且至少很长时间不想在这儿待。那你就要看造成这3个问题的点在哪里，啥东西让你有这个感觉。但是同时呢，你又觉得有很多对抗性的念头，又觉得我不能这样，可能原因 A、B、C、D， 所以你给自己又设了很多坎儿。我必须房车买了我才能这样，我必须经济回暖我才能买得了房车，我必须我这边有回暖，他爸那边也有回暖，这就是逃避。我设了这些坎儿，我就可以自己不做决定了，我等着那个来，这样命运又交出去了，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不需要交给这些不可控因素。万一经济回暖了怎么办？万一下个月就回暖了，万一下个月你被1000万砸中了，咋整？那说不定真走了。说不定真走了，说不定你逃避的那个问题没有之后，又会出现了新的问题。万一10年都没回暖呢？万一10年都没有房车呢？那熬不住可能也就走了。所以为啥一定要等熬不住呢？为啥就是这个命运一定要交给别人呢？可以自己做选择呀。就是大家习惯性被选，就是被安排，对吧？我熬不住了，就是别人把你命运把你整不行了，你才跑。你为啥不能主动跑？为啥都是要被逼着？怕负啥责任呢？自己做选择会咋？被逼着会咋？自己做选择就是有很多不好的结果，自己就要全权负责嘛。那个你想到那个后果好像太大了，有点无力承受。所以愧疚感就是从小被批评的嘛。如果说从小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跟什么愧疚感没有关系，跟你是个坏孩子，跟你不够好没有关系，那其实错了就错了，这个孩子就可以长大承担自己所有的后果，肩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但是如果承担后果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愧疚感，他就会逃避。所以这也是教育当中的一个问题。孩子意识到错了，这没错，这件事情你做错了，不能够让他感觉到他是一个坏孩子，或者他这个人不有问题，否则他将来绝对不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他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他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，他就会逃避错误，逃避人生。这件事情你做错了，下回要注意，但你依然是个很棒的孩子。那他长大了之后，他就不会害怕犯错，他更容易成功，并且犯了错之后，他也不会太多的自我评判，他只是吸取教训，下次不做了，我依然很棒，他就永远是一个自信的人。或者你不用说的那么死板，你可以该批评就批评，但是你的姿态和你的态度让孩子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对他没有攻击。所以你看很多孩子的各种问题都是大人造成的，就是从一开始没处理好。孩子说谎，为啥说谎？又害怕挨批评，害怕被打呀。那如果你一开始批评的很厉害，或者甚至就打，那他肯定会说谎，谁不愿意保护自己？这就叫不好的品德。你大人不会吗？大人也会通过撒谎来保护自己啊，只要这个东西对我有伤害啊。大人比孩子会找借口多了，都天天把孩子都说懵了。对呀，如果孩子做错事情是不会承担太严重的后果，那他就不需要说谎。如果你给孩子有充足的满足，孩子就不会偷拿别人东西啊。如果你给孩子的足够多，他自然会愿意分享啊。哪个孩子天生就会说谎？童言无忌，就是因为孩子不会说谎。哪个孩子天生会说谎？天生会偷东西，天生会打别人，
天生会分享东西，这些都是他对于你给他教育的反馈的一种反应。我孩子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听到别人说你要学会分享，然后自己手里拿你分一个给弟弟，你明显感觉那个孩子压根就不想，但是他可能觉得一方面是必须得去做，因为他还太小，一方面是这么做了好像也还行，能听到一些夸赞。但我从来不觉得那是美德，那是一种被迫。